黑到就是 Aceson， 今天就特别一点，就除了跟大家看一场这个普通的竞技场比赛之外，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的使用超时空战士，就是这只 Alpha 的那个心得啊。就是众所周知啊，我使用这个 Alpha 这个超时空啊，已经用了大概，其实算了一下，应该也差不多11年了。就是我好像从那个2014年在那个台服啊，已经在用了。那今天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我的那个使用的那个心路历程啊，这个心得。对，就是我怎么走过来用这些英雄。那其实就是我记得这个超时战士啊，以前我第一次这个台服拿到它的时候，好像是免费拿到了，就是他当时台服有一个活动啊，就是他通过那个活动可以免费拿到就是超时战士。那我当时很好运啊，就是他好像一个用那个 P 锁抽奖的活动，然后我抽到那个超时战士。然后当时我用那个超时战士之前，我是用这个野蛮提尔的，就是那个 Barbarian， 就里面不停用斧头不停地转那只。那之后我就发现打到后期啊，就出的英雄越来越离谱了。我的那个 Barbarian 那个野蛮提尔也开始用不了，就是很多英雄都开始可以打空中了。那个野蛮提尔根本就追不到空中的那个敌人了。那当时我就尝试一下那个超时空。那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超时空啊，真的老实说，那个手感挺好，就是一个。这我用的英雄其实的话，我就比较看手感。那个超时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那个手感就一个知道那个跟其他英雄有点不同了。那时候用的时候，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用这个超时空战士，然后发现这个我用那个超时空战士，可以在那个竞技场里面啊，不停的打爆一些以前根本打不赢的人了。所以从此我就开始用那个超时空战士。那当时是那个2014年。对，差不多这个时间开始接触这个超时空战士。OK， 那然后的话，我就一直用嘛，就用到那个台服倒闭。就那个台服大概是在那个2018年倒闭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倒闭之后，好像我就大概我没有玩那个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嘛，然后直到他开了这个新台服。应该记错，应该是他倒闭之后，我去了玩那个私服啊，那个 Lost-Saga Exotic， 对，去玩那个 Lost-Saga Exotic， 然后我继续用这个超时空。然后当时其实我超时空已经有一定的那个技术在了，就是基本上也是可以打爆不少玩 Exotic 的一些外国人，就是那些其他台服以外的玩家。但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超时空战士，如果大家有看我影片的话，就是它是一只比较吃网路的那个英雄啊。就基本上，如果对面网路差的话，我超时空战士是完全抓不到人的。所以我在玩那个 Exotic 玩的那个途中，我除了不停练习这个超时空的一些基本的打法之外，我还练习了超时空，如果没有网路的话，怎么打人的这个技巧啊，就是那个超时空。第二种打法就是我们常说，我们抓不到人的话，我们就要用那个重低打法。这就是当时那边慢慢练习过来的，就是那个原本不应该会发生，就是我们不会 prefer 一种情况，就是那个网络有问题。那当时我就练习了，因为那个网络问题，我练习了另一种打法，所以是挺奇怪的，这对现在这个状况来说，那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看到有一些玩家比较卡，或者是自己的网络也有问题的时候，打对面不顺，然后就开始那个脾气不好啊，然后开始骂人的一些，也是常发生的在那个在这个伺服器里面，就是这个 Ovision 的这个伺服器里面。这个就是原因，我为什么看到一些比较卡的人的时候，我是比较平常心一点，但是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练过那种打法，对。那其实，在那个
台服倒闭之前啊，我的那个游戏那个时速，游戏总共的时速已经超过1万了。就是我记得的话，我有一张截图啊，里面就有记录我的那个游戏总时速，就好像1万多左右。那再加上那个exotic， 就是洛塞exotic 这个私服啊，那个游戏时速当时应该玩了大概一年半左右吧。我猜那边应该还有那个，应该也有那个六七百的游戏时速吧。那再加上这个Saga Origin， 就是现在那个印尼服啊，我猜那个时速应该是可以，应该是来到这个1万2000、3000都应该有吧。我甚至我觉得应该有15000也说不定，因为那个总时速加起来的话，因为现在其实我玩那个 Saga 已经接近，我好像2012年玩的，就是13年了，原来也已经就算了一算，原来已经玩这个游戏13年了。那我接近11年的时间都在用这个超时空战士，对，所以超时空战士是我这个游戏啊练习的最多一个英雄。那我其实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其实大家有那个细心留意的话，这边呀，可惜这边给他抓到，但应该没事。有细心留意的话，就是我使用英雄啊，大多数都是那个一般英雄跟那个稀有英雄，对。那其实现在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其实那种分类，其实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就现在那个英雄平衡其实也慢慢做得越来越好，就是那些传说英雄跟那个基本英雄、稀有英雄已经没什么太大区别。但如果是放到以前，大概2017年、16年左右的那个洛塞嘎，但是台服啊，这个传说英雄是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些英雄做的很 broken， 就是它的平衡做的很差。那基本上我的玩游戏这个风格就是我不喜欢用一些比较 broken 的英雄，所以当时基本上我是不用传说英雄的，基本上啊，但还是会用来，但我还是有把它设定在特定的位置里面，但我从来就，我记得是没有用过来做那个主要英雄 main hero，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这个习惯也延续到现在，就是没有用那个传说英雄，对。所以你看到我好像现在那个印尼服，我设定那个传说英雄好像只有1只，就是那个天魔拿来开 SD 而已。那其他时间我都是用传说一个稀有英雄跟那个一般英雄而已。对。那说了那么多那个超时空那个结束那个过程啊，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超时空到底要怎么使用才会比较好一点。那基本上的话，超时空它是如果你普通使用的话，基本上我建议你啊，你就不要用了，对，因为超时空这个英雄真的有点吃力不讨好，就是就算你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它的那个上限也去不了多高，就是它的那个英雄的极限就这样而已。那你看到我的话，其实我打很多英雄我都很吃力。比如说这次的话，这个对手，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实力就所以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厉害啊。但其实我好像打的也挺吃力，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有点卡，就是刚才说到嘛，就是那个超时空战士 Alpha 是很吃这个网络状态。那如果对面有一点点卡的话，基本上我是感受到了。这个也是我用了那个超时空10几年，对于那个网络的那个敏感度那个锻炼所得出的一套系统啊。就是我基本上我是知道谁是比较卡一点，谁会比较网络好一点。因为我基本上我抓一次，我跳前那个抓人嘛，我抓一次，基本上那个手感就可以感受到对面就那个网络状态是怎样。所以的话，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我这个说法是有点那个为自己那个外国人身份来做一个狡辩啊。当然，其实这个老实说真的是
我可以用那超虫感受那个网络状况。那这边就信不信由你啊。OK， 那这边的话，超虫战士其实就主要就锻炼那个跳前那个抓人的那个精准度而已。对。然后你练好这个之后，就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大部分人打爆了。对，就没什么太特别的那个技巧在里面。对，然后如果你是想再进阶一点的话，你就需要练习那个超时空那个减低它的印值，就是你常常看到我会用那个，就是我抓到人之后，我会比较低的位置才会按一下普通攻击，就是为了把那个印值啊，超虫战士的印值拉低。那你的印值拉低之后，那你基本上你就会减低让敌人抓到你的那个机会啊。那大致上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普通超虫跟进阶超时空的那个锻炼方式。OK，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我的会把那个身位压得很低。那大致上是这样。那有机会再分享更多。其实没有30分钟应该是聊不完。那这边先聊了这么多，那应该来到那个影片结尾了。那应该是赢了这局。OK， 那就来记得订阅。